台积电赴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后再传争议，当地最大工会发动请愿，要求挡下台积电希望引进500名台湾技术人才的签证。难题未解之际，台积电8号又正式拍板赴德国合资设厂。分析认为，放眼德国乃至欧洲，劳工团体、环保团体能量比美国更为强硬，新厂可能遭遇工人短缺、高耗能等引发的一系列问题。台积电在美国、日本和欧洲到处建厂，对岛内半导体产业又有何影响？台湾地区芯片制造商台积电8号宣布，将与3家欧洲科技企业博世、英飞凌以及恩智浦联手在德国东部开设一家芯片生产厂。这将是台积电在欧洲开设的首家工厂，总投资将达100亿欧元，约合791亿元人民币。合资公司拟定名为欧洲半导体制造公司。新工厂将设在德国萨克森州首府德累斯顿。有德国媒体报道称，德国政府给出十分优厚的条件，计划向台积电提供50亿欧元补贴。台积电德累斯顿工厂计划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建设，2027年投产，月产能为约4万片12英寸晶圆。有报道称，台积电将在德生产的主要是汽车行业更喜欢的28纳米芯片，而非尖端前沿领域的芯片。在电动汽车和自动驾驶应用兴起的推动下，汽车行业对芯片的需求日益增强。德国总理舒尔茨对台积电到来表示欢迎，称德国可能正在成为欧洲半导体生产的主阵地。Deutschland entwickelt sich jetzt wahrscheinlich zu dem großen Standort für die Halbleiterproduktion in Europa. Das ist wichtig für die Resilienz von Produktionsstrukturen in der ganzen Welt. Aber das ist auch wichtig für die Zukunftsfähigkeit unseres europäischen Kontinents. Und es ist wichtig, ganz besonders natürlich auch für die Zukunftsfähigkeit Deutschlands. 不过，台积电在德设厂也面临诸多挑战。萨克森州去年有超过2.5万个职位空缺，特别是在电子、计算机科学和软件开发领域。德国萨克森州负责经济的官员透露，德国正面临严重的技能短缺和人口老化，预计工作年龄人口将在未来10年内减少20万。岛内媒体报道，台积电与其供应链到德国大概需要超过1万人任职，如此一来，萨克森州恐怕得大举引入外籍移工。而萨克森州持反移民立场的极右翼政党在当地很有影响力，即便人补齐了，还得面对欧洲工会，他们的强硬程度比美国强上100倍。他还有工党、有绿党，他们一定都会站在劳工的这一边。以台积电这么国际指标型的企业的话，很可能会被德国的政治相关的利益，然后再结合上的工会，然后成为一个锁定的目标。岛内媒体提到，德国工会的力量不可小觑。台湾地区网友称，2005年台湾企业明基的子公司并购西门子手机失利，最终导致该子公司破产，就是因为采取一连串缩减成本措施，引发德国工会不满，甚至发动示威，最后只能落寞画下句点。台湾媒体感慨，台湾人均每年工作时间2021个小时，德国则是1332个小时。台积电又有轮班制，到时候德国员工不翻脸都难。台积电在去投资之前，应该是想好了一条备选路线。如果说在引过去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不会再去增加投资，所以前期就是一个试水的过程。同时，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德国经济受到通胀高企的打击，基建和能源成本都是史上新高。未来台积电在德国设厂，必然也会面临英特尔在德国设厂一样的困境，也就是成本不断提升。德国政府原本也是给 Intel 68亿欧元的一个支持，但是随着物价上涨之后的话，其实 Intel 希望德国政府提高到100亿欧元，而这个部分就被德国政府断然拒绝。台积电未来会不会遇到这个问题？我认为是一定是会的。岛内媒体曝光，台积电美国亚利桑那州厂目前遭遇挑战，因熟练装机人才不足，已宣布4纳米制程量产时间由2024年底延后至2025年。此说法引发美国亚利桑那州最大工会的不满，批评这只是台积电想要引进低薪劳工的借口。美国媒体称，台积电想要为大约500名台湾劳工办理签证赴美，但亚利桑那州的工会已经开始请愿，要求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挡下这些签证。岛内媒体认为，目前亚利桑那州工厂离量产时间还有至少1年半，工会这些反对声浪只是前菜而已。
接下来，工作法规冲突，例如薪资福利、人事制度与芯片生产所必须的24小时轮班等考验将接踵而来。这也让岛内一些专业意见并不看好台积电的德国之行。你看到这建厂500个劳工过去，那只是建厂的劳工过去。你建厂劳工过去那边以后，对当地的劳工，他当然会视为说对他就业的排挤，甚至更严重，他视为说，他说你为什么要特别用这些？他不会去看出这些人的技术，他在想说你就是要压低我们的薪资嘛。抱歉哦，这只是建厂而已啊。你接下来你所有在运作以后，建好了以后还有更麻烦的。目前台湾半导体产业优势明显，仅台积电一家就占据全球芯片制造55%的份额。先进制程的产能占比更高达90%，同时，半导体行业占台湾 GDP 约15%，台积电产值则占台湾 GDP 7.3%。此前，台积电赴美设厂已经引起一些舆论不安，担心掏空台湾芯片产业和影响经济。实际上，在多重干扰因素的影响下，台积电的盈利能力骤降。台积电今年第2季度财报显示，总营收4808.4亿元新台币，同比下滑10%。为4年来首个季度盈利衰退，且已经连续4个月营收下滑，本季净利润同比重挫23%。台积电去海外设厂的话，对台积电企业本身来说是一个多元化的策略，它可能会去规避一些，比如说地缘政治的风险，让自己有一种风险分散的功能。但是对台湾经济来说，肯定是不管是总体的经济总量还是就业人数都会有一个拉低的效果。舆论担心，台湾在半导体产业的优势恐因企业被要求转移赴美而被逐步削弱，产业人才、资源、技术存在被掏空的风险。尽管台积电多次表示会把技术留在台湾，但被迫选边站的台湾高科技企业正面临所谓安全与利益的选择。全球最大芯片代工企业台积电决定在德国投资100亿欧元建厂。这将成为其在欧洲投资兴建的第一个芯片代工厂。那对此您怎么看呢？其实，自从美国主动挑起了所谓的对华意识形态新冷战，以及升级了台海危机之后，为了逃避中美对抗以及台海可能爆发战争的风险，全球相当一部分跨国公司都被迫卷入到了新一轮的高科技产业链大重组与大迁徙的浪潮当中。台积电投巨资在德国建厂，只是这轮产业链大重组与大迁徙浪潮中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挑起所谓的对华意识形态新冷战与所谓的对华经贸区风险化，原本是有着自己的小九九的，也就是趁乱浑水摸鱼，捞取自己的好处，以一边威胁一边利诱的方式，让这些高科技企业纷纷将研发与生产基地迁往美国，好让美国的制造业能够重新焕发生机。然而让美国没有想到的是，台积电在美国建厂的同时，也在日本建了厂，而这一次又准备投资在德国建厂。那么台积电为什么不将鸡蛋放在美国这一个篮子里，而是先后分散在台湾岛内、日本与德国等几个不同的篮子里？我认为由于台积电的最大股东就是台当局，这背后显然是蕴含了台当局的战略盘算。其次，要利用日本和德国来牵制美国，因为这些年来在芯片生产问题上，岛内存在着一股深深的以美论，也就是担心美方以所谓的规避台海战争风险为由，趁人之危，全面掏空台湾用70多年积攒下来的科学技术家底，也就是芯片生产技术。假如台积电仅只是在美国建立生产基地，那未来就只能任由美国摆布了。其二是，拜登政府在把台积电封到美国设厂之后，答应的巨额财政补贴却迟迟发不下来，因此台积电要以在德国建厂的方式来要挟美国，让拜登政府产生危机感，尽快将承诺的补贴落实到位。那么值得注意的是，这次为了吸引台积电前往建厂，德国政府也是不惜血本，花了大价钱的，承诺要给台积电50亿欧元的补贴，却不要1分钱的股份。这背后实际上反映出德国也已经意识到了芯片产业才是未来全球科学技术的制高点，
因此，在这一方面，德国必须要出重手，才能够在芯片领域内具备跟美国叫板的本钱。